大家好，我是怡言，今天我们要玩热血大作战了。这是一款以三国作为背景题材的游戏，我们将要在这个游戏之中担任主攻的角色。说实在的，我玩那个游戏是被它的画风给吸引到，它这个画风很可爱。那因为这个游戏是竖屏的关系，就变成说你们今天看到我的画面会比较小一点。但是如果你们用单手操控的话，其实还蛮方便的。炼成麒麟臂，砍伐速度大幅提升哈，什么鬼？哎，我要快点砍树木！你看我的人民在等着我帮他们开饭呢。哎，你们这么多人不会帮我砍树的吗？你们在干嘛？主公，请帮我们砍点树吧！你在干嘛？你不帮我砍？要跑到这个框框里面建房子，然后建房子的时候就有一大堆人，没有人帮我砍树。哦耶，我们有房子了！哟呼！主公，听说那扇门里面有很多厉害的将领，这里就是招募统帅的地方吗？人力资源事务所什么鬼？在古时代还有事务所这种说法了吗？拿到谁？哦，关平，关羽之子。哦，恭喜获得，只能拿来一个吧。现在我们要去开疆扩土了，要占领新的地盘。哦，战斗开始。哇，我只有一个统帅罢了啊！喂，你们不讲武德啊？这么多个人打我一个人，你们注意看那个人物被打之后的那个表情。很生动啊！哦，有人倒下来了，哇，还有必杀技哦！这个画风真的是很可爱啊！哎，敌人倒下来了，哦，还没有死，哦，又偷袭，哇，我的人物还会气喘吁吁。最后一刀，哦，没了，要帮居民建他们的房子了，不然他们没有地方睡哦。升到3等级了，还有威望值，我已经深得民心了，哇，他们还会送我箱子哦，很好很好，送多一点。哎，可是爱心就不需要了。我喜欢女的。来看一下居民送的箱子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哇，关羽帮我开箱，包子，哇，600个包子啊！建好了食堂，我们要去采集一些小麦，然后在食堂那边卖一些食物给他们吃。看来我们的主角也是非一般人，你看他身上有106根木头，他还可以背得起来。我真的是又当他们的爹，又当他们的妈，又要去帮他们砍木头，现在又要做包子给他们吃。你看我搓面团搓得几开心，哎呀，为了我的孩子们。那我们居住的地方已经是没有木头跟麦子了，我们要跑到其他的地方去采集麦子。那我们看一下领将的界面，这边我只有一个关平而已。哦，这边蛮多角色的，基本上在三国里面比较有名的一些领将呢，全部都在里面了。但是目前这个图鉴只能看到剪影而已，没有办法看到完整的统帅样貌。还有区分不同的王国，有蜀国、魏国、吴国。群的意思就是其他的领将，就比方说像吕布啊、袁术、袁绍、董卓。不过我看到在招募界面这里也是可以看到，虽然那个游戏的绘画风格就是像像素这样子的风格，但是每个角色的特点它都有画出来。为什么董卓戴眼镜呢？孟获比较容易认吧，就是披着一个老虎皮。还有其他的角色，哇，这个李典是什么事情啊？李典你没有去睡觉吗？这个司马徽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像七龙珠里面的龟仙人呢？能够抽到的将领有5星、4星、3星了。不过还好这个游戏招募是有保底的。什么？张角派手下来偷包子？啊，你有钱不偷，你跑去偷我的包子干嘛？包子是我们唯一的粮食，当然是不能放过张角啊！这边要派部队过去打他。我们来看看一下这些将领到底是怎么样打架的。因为他每个不同的将领有自己特殊的技能啊，所以他们打的方式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。哇，为什么对方有弓箭手啊？那弓箭手特别烦啊，每一次射中我。黄盖打得漂亮，就是要打掉弓箭手先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什么鬼？冰淇淋吗？哇，你在丢冰淇淋？用冰淇淋攻击敌人有什么杀伤力吗？哇，他丢的还会喘啊！你还有时间吃冰淇淋，人家捅你啦！哇！为什么天空降这么多草泥马？可以啊，这个游戏太搞笑了，太多特色了。那黄盖呢？黄盖有什么特色吗？哇！这个什么鬼？他把敌人顶走了。这是什么渡南神功吗？哇，顶到荧幕外面去了。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你们，哎呀，你们不要看到那些将军啊，有将军肚就觉得人家是胖。黄盖就演绎给你们看了，哇，将军肚就是这样子用的。哎呦，又升等级了，管理学，精通管理哦，我可以分配他们去做东西了。终于不用我自己在做了吗？有人帮我搓包子了。这个关平先生，你知道你在干嘛吗？你不要害了我被卫生部抓我。等下我的顾客吃到有鼻屎的包子，
挖鼻孔就算了，还笑得这么猥琐，是几个意思？这里就可以看你用哪个角色速度会比较快一点了。目前关平是最快的，所以没有办法，虽然他会挖鼻孔啊，不过也只能让这个位置给他去做了。哦，有商店了。哇，他这边东西不便宜哦。不过一天可以刷新20次，然后可以买到一些碎片啊，还有盒子。这里一开始刷新是免费的，但他刷新免费也没有用啊，我都没有钱。为了造福我的人民，建造了包子铺。哇，你看他们多开心啊，终于有包子可以吃了。包子铺也是要有一个人打理，来看一下啊。哦，这个就正常一点了。他在那边叫卖啊，有谁要来买包子啊？来买好吃的包子啊！100%里面有鼻屎的包子啊！挖鼻屎就算了，还偷吃我的包子。在完成一些任务之后，可以从这边拿到一些奖励，可以让我们发育的更快。那说实话，这个游戏其实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啊，都蛮简单的，就轻松可以玩的游戏，就连你隔壁家的 baby 都会玩呢。下一季占领这个什么来的？哦，拿到这个令牌。我可以拿来招募统帅的哦 ，OK， 不错，这个游戏有一键领取。OK， 那么现在你们看到这个画面呢，是我大概玩了1天左右的情况呢。那你们看到我走那么久，就知道我的城市到底有多大了。这个是围墙。那打架的地方跟我的城市是有一段距离的，你们可以过去战场那边看，或者是你要留在城市里面做其他东西也可以。那我觉得这个游戏比较好的地方就是不需要你特别去干了，因为它会自动帮你去采集一些资源之类的。你看像这边已经满到爆出来了。虽然我自己也可以去收集这些资源，但是这些全部都不是我弄的，我只是隔了几个小时回来看的时候，我的其他领将都已经帮我完成了。那我还在后山那边发现到这棵树，这棵树可能里面有 Alan Yeager。不过毕竟我们还是要玩游戏啊，有可能玩家无聊没有事情做的时候，也可以进来砍一下木头，收集一下资源。但至少玩起来压力不会这么大，有人帮你去砍树，有人帮你去收集资源。像你每次完成了一些等级啊、任务，或者是打仗结束之后，你的居民就会送你礼物。他们给这些箱子全部都是可以拿来升级统帅用的。当然，如果你们想要领将工作的速度快一点的话，你们要选择正确的领将去操作。每个领将专长的地方不一样，可能砍树比较厉害，或者是做包子比较厉害。那健身房是我最新弄的，我都没有看过里面是长什么样子。哇，原来还有跑步机啊！前面还有个倒挂金钩，哇哦，我的肌肉，没有想到我的角色一身腱子肉。那我还看到这个游戏可以加入工会啊，有联盟之类的，有可能之后还有更多的玩法可以跟我的队友去打仗。像世界的话，应该是一个大地图啊，我们可以去打其他的联盟之类的。当你们完成一些战斗或者是到达一定等级的时候，系统就会送你们人物的造型，包括有发型、五官、衣服、裤子，你们就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，你想要哪一个。当然，如果你们想要特色比较明显一点的话，就要等到后期，也就是红色的，看起来样貌会比较特别一点，或者是有比较华丽的服饰。甚至有些装扮其实就是在这个游戏里面领将的设计来的，就比方说吕布的头饰啊，或者是某个统帅的铠甲。我目前人物的设计就是一个老伯伯，当然你要换头饰变成女生也是可以。像金色跟红色的装扮是最难获得的，要等到很后期啊，你们打到比较高等级的敌人之后才可以拿到。我们试看看10连抽可以拿到什么角色，看有没有比较强了。哎呦，拿到龟仙人司马徽，哎呦，又有一只西凉武将马超吗？哎呀，群了哦。应该不是马超，马超是属的，这个谁来的？董卓，哇，名将前来报道，可是他在三国里面死的最早哎。看来我的运气还不错，10连抽就拿到了2个5星的领将。看一下董卓有什么技能好了，肉弹战车跳起并快速旋转自身朝前方区域范围滚动，对敌人造成大量伤害并使其浮空。哇，就是说董卓他这个技能是有 AOE 的，而且还可以硬控对方哦。哇，第2个技能挥砍敌方造成少量伤害，重击会使其倒地，这个是小的伤害来的。第3个敌方将领倒地造成大量伤害并使其浮空，就是说触发了第2技能之后就会影响到第3技能。再来最后一个技能，自身血量低于 50%， 触发回血，自身每秒恢复中量生命值，每场战斗最多触发1次。哇哦，董卓还可以回血。来看董卓的技能介绍到这么厉害，实际上是怎么样的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哎呦，他跳起来了，哇，风火轮了，敌人毫无还手之力，哇，这个真的硬控啊，太厉害了。哎，画面怎么突然移过去？
哇，动作哇，直接把敌人弹飞。OK， 那么我是玩那个游戏有好几天的时间呢，也是抽到了不少的角色。在这边说一下我个人的理解，我发现到名将的能力是比起一般的5星角色还要更强的，但是相对名将要抽到的概率会比较低一点，比较难抽到。一般的5星角色你们可以一直抽到，然后再把它升更高的阶层。目前我是已经解锁了组合技，组合技是有要求你们一定要把同一个国的领将放在一起，他的能力就会比较强。像是3位来自魏国、吴国或者是蜀国的领将搭配在一起，就可以产生龙卷风，然后这个龙卷风的伤害是真的很大。我这边有画面给你们看，你们所携带的3位领将会抱在一起，然后开始旋转，只要在周围的敌人全部都会遭殃，尤其是那些小兵啊，打一下就死掉了。所以各位要组队的话，尽量用这个方式来搭配组合，这样子伤害会比较高。那目前在我手头上，我觉得比较强的领将呢，应该就是曹操。你们可以看到曹操开始挥刀的时候，就是他召唤大量的军队出来，他这个军队是完全硬控了对方的部队。之前我在打敌人的时候也是遇到曹操，他就是用这个方式把我给顶掉了，害我输掉。另外一个我觉得曹操比较厉害的技能就是他可以召唤2个部队，可以直接锁定对方的领将，然后把对方给抓住，在他的身上踩再把他给丢出去。因为我看到其他的领将多数都是针对其他的部队，而不是直接锁定领将，就变成效率没有这么高。曹操的效率是最高的，所以目前来说我最喜欢用的角色就是曹操，真的很厉害，但是他并不是我最想要抽到的角色。我目前最想要拿到的角色就是有包括诸葛亮。那诸葛亮你们也知道哇，他是在三国里面最重要的人物之一，而且我比较好奇他的技能到底是怎么样啊，是不是有万箭齐发直接射向敌人。但是目前图鉴上是没有办法看到诸葛亮任何的一些信息啊，他的技能是怎样的。还有关羽其实我也是想要获得，不过那个要储值才可以拿到。那除了这2位统帅之外，还有包括吕布，其实我也是想要拿到的，因为我之前看过吕布打架的画面，在第10关的时候我就遇到了吕布，他的技能就是召唤赤兔马出来，然后往前冲，一边挥刀一边冲就是因为他的技能太帅了，所以我很想要抽到他。然而我只拿到董卓而已，连他的老婆貂蝉都没有拿到。刚好我在玩游戏的时候又升等级了，目前已经18等级，解锁第4个队伍了。那现在我的队伍搭配里面是已经有蜀国、魏国、群，但是还差一个吴国的搭配。但我这边吴国的领将呢没有特别强的，可能这边我要考虑一下要怎样去搭配了，不然或许就要弄多一个蜀国的搭配了。那么最后再给一个小贴士吧，我在这个游戏中玩了几天发现到的事情，就是如果你们要去做包子或者是砍木头的话，你们让领将砍木头的速度快一点，但是变成木板的速度慢一点。就比方说我现在木头有 1.8 万，但是在刚刚我领取木板的时候，它的数量只有大概几千而已。因为如果他们劈柴劈的比较慢的话，你可以过去帮忙，但是如果他们是去砍木头的话，你要一直跑来跑去比较麻烦一点，就可以模仿我这样子，让我的角色去一直砍木材而已。收集麦子还有制作包子的速度也是一样，就是你让收集麦子的速度快一点，然后包子的速度慢一点，你去帮他们做包子。像我这样子安排其实已经差不多了，就你不用一直跑来跑去，你只是定点挂机就可以了。等于说你们要把一些砍木头或者是收集麦子的领将等级先升高，制作包子和木材的速度可以稍微慢一点，这样子玩游戏就会比较轻松了。总的来说，我对这个游戏还是感到比较满意的，毕竟它这个画风又很可爱，又比较悠闲，还有很多有趣搞怪的地方。就比方说这个游戏的背景是在古时代的，但是会看到一些新时代的东西，有一些特定的领将，还有特定的台词。当然还有很多领将的技能、其他的活动还有玩法之类的，我会在之后一一介绍。各位对热血大作战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下载来玩。如果我的观众比较多人想要玩的话，可能我可以考虑一下开一个联盟把大家集合在一个联盟里面，然后我们一起去攻城略地啊。没错，这个也是策略游戏来的，但是比较悠闲一点。以上就是热血大作战的初次体验还有介绍，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